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跑错方向的天才不如跑对方向的庸才。这句话是强调人生旅途或者做人处事选择正确方向的重要性。方向正确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个人的天赋跟才华。无论一个人有多聪明或多有才华，如果他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在努力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失败那这样就很可惜了。空有那么好的天赋跟才华，而一个庸才虽然能力平平，但只要选对了方向，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最终还是会有所成就的。那天才往往有远大的理想跟抱负如果忽视了现实环境跟实际条件，这样很可能会在不适合自己的领域上或不适合自己的方法上面浪费自己的才能跟时间而庸才可能比较会务实一点会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跟适合自己的方法一步一步往前迈进尽管他们的理想没有天才那么远大，才华也没有像天才那么好但却更能实现具体的成果因此事情的成功不仅仅是依靠天赋跟才华，更要依赖对大环境跟机缘的是否正确判断正确的方向是意味着目标清晰路径合理这个比个人的才华更重要。天赋跟才华是通向成功的重要因素，没有错。但如果缺乏了清晰的目标，目标不精准然后方法不正确了，那再大的天赋也可能被埋没掉跟浪费掉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就有一些很有才华天赋甚至学问知识都很高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一定是成功的甚至因为自视甚高自觉高人一等听不见别人的谏言而一意孤行，造成聪明反被聪明误这种活生生的例子是屡见不鲜那其实这就是佛法所说的所知障，意思是说智商学历很高，很有知识学问跟才华天赋这些不但没给他加分，反而造成他成长的障碍，甚至身败名裂有一个年轻的财夫到山上砍柴不久另外一位老财夫也来了。到了傍晚年轻的财夫发现老财夫虽然比他晚上山但是砍的柴却比他多于是他就暗暗下了决定隔天我要比这个老财夫更早上山去砍柴。那第二天年轻财夫很早就上山了他心想这次我砍的柴一定比老财夫多。没想到当他挑着木头回到柴房一看，老财夫所砍下的柴还是比他多第三天这个年轻财夫决定他不但要比老财夫早上山，还要比他晚下山他心想这一次我砍的柴一定比他多。没想到这一天老财夫砍下的木头还是比他多。第四天第五天也是一样。到了第六天这满腹疑问的这个年轻人年轻财夫终于忍不住了，他就问老财夫我比你早上山晚下山，比你年轻又有力气，为什么我砍的木材比你少呢？老财夫就拍拍这个年轻人的肩膀，年轻人我每天砍完柴下山回到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磨刀斧可是你下班回家后却因为太累了就顾着休息，斧头都被你砍钝了啦。所以虽然我比你老，体力也比你好，但是我的斧头却比你利同样一棵树，我只要砍5刀树就倒了，你却要砍几十刀树才会倒我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是柴眉骨做拱钢
年轻人终于恍然大悟了。所以，如果一直努力砍树，却忘了把斧头磨砺，总有一天会感到事倍功半的。这就是前面无做功刚啦。这个就好像一个学生虽然很发心参加考试但却不用心去学习做准备这样再怎么勤于考试成绩也是不会进步嘛。人在努力的过程中，也不能忘记学习跟成长否则会变成原地踏步而无法前进所以一边做事一边充实自己那过去时代或许只要努力砍柴就能够生存但现在是变化迅速的现代光砍柴是不够的而是要边砍柴边磨刀斧也就是说不断的充实自己，与时俱进，终身学习这样才不会被淘汰那做志工的道理也是一样参加志工活动之后，还要多参加共修跟培训，或参加读书会。我们这个读书会也是一样这些就是做过之后的学习但就是有一些志工会说，我光参加活动就已经够忙了哪有时间参加共修跟培训呢？哪有时间看书呢？那这样的思维就好像一个人说，我踩油门就已经够忙了，哪有时间踩刹车哪有时间转方向盘那逻辑道理是一样的可是没有人开车是只会踩油门不会踩刹车的因为踩油门跟踩刹车都是人的自然反应动作，不教也会啦，否则马上发生车祸了，不是吗？然而只是忙着工作或忙着活动，却不会调整工作跟活动的方向跟脚步这个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觉悟因为即使没有这样子的醒觉了生活好像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或造成问题也因此很多人很容易就疏忽或不在意这样子的学习观念那这也是很多学佛的人不能进步的原因之一简单讲就是只知道自己很忙却不知道为何辛苦为何忙到最后因为方向不对或方法错误而空忙一场虚度一生这个就是跑错方向的天才了。大脑有问题，四肢再怎么灵活都没用。同理观念心态有问题身体再怎么精进也是没用。人生观错了，人生再怎么幸福快乐都没用，因为会造成快乐之中夹杂着苦恼叫做欲乐之苦那这样子快乐不能持久那甚至快乐过度乐极生悲，福尽悲来飞机或轮船没有导航设备，最后肯定会迷航嘛。那人生或生活没有导正心念的导航师，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生迷茫所以为了确保努力的方向不会错误就不能只是一直埋头苦干，偶尔也要抬头看看看看方向是否正确是否方向需要适时的调整当我们正在埋头苦干，正在专注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因为太投入了心念太专注了而造成当局者迷的现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人生经验而如果这一件是我们固志要做的事情那更会有可能努力在做错的事情然而这个时候如果有善知识的出现，也就是刚刚讲的导航师来导正我们或我们自己有自我醒觉的能力，能够立即抬头看看那这很可能会给自己一个客观及冷静的思考空间让自己能够提前发现问题而改弦易辙，及时调整方向跟方法，这样我们就很可能因此而化解暗藏的危机逃过一劫以前的人讲疫情天下无难事，那现在时代不相同了为了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契合局势脉动这种讲法要稍作调整的
现在不是只有 work harder 就好啊，还要 work smarter。work harder 就是努力的工作，那 work smarter 呢是机智的工作，有用头脑的啊，不是努力工作就好，还要有要领跟方法。所以每天再怎么忙，都要有自己独处沉淀跟静思的空间啊，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才能够适时做出脚步的调整跟方向的定位啊。这个动作就叫做抬头看看呐。用对方法就是智取啊，智慧的智啊；用错方法就是立功啊。所以有时候要智取，不要立功啊。这个道理就是《孙子兵法》里面讲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勤劳或努力不是不重要，而是努力的程度不如努力的方向了。方向跟方法错了，就好像台湾话讲啊，上的无白啦，无上的白到飞哪老啦啊！那不良的地方抓到皮破血流，那这个就是走冤枉路了。有一句金丝语说：“能干不干，不如苦干实干呐。”那这句话是在强调身体力行、脚踏实地。但是即使做到了苦干实干，这样就能够成事了吗？还不一定哦。刚刚前面讲的那一位年轻财富，他也是苦干实干啊，但却是事倍功半啊，因为他不懂得抬头看看啊，造成方向跟方法错误了。苦干实干就是做就对了啊，这是行动，也是起步。然而在做的过程中，还要不断的创新，学习新方法，调整新观念才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这样才有可能是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观念调整好了，脚步方向跟目标也都调整好了，这个时候才能讲，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呐。里面这个路不是光指道路而已哦，其实也是泛指目标跟方向啊。刚刚我们讲嘛，努力的程度不如努力的方向嘛。有努力的程度指的是你在某件事情上面所投入的时间跟精力，而方向呢，则是指你所选择的策略跟途径呢。所以策略跟途径错误的话，就会浪费很多时间呢，跟精力啊，走冤枉路啊。那心念专注在正确的目标上啊，则过程中的挫折跟障碍就会变得微不足道了。这也是一种妙法，人群中的修行也是离不开这样的道理啊。把解脱跟觉悟当作人生重要目标，那过程中的困难、挫折、逆境、考验，就会自动显得微不足道了。相反的，心念一直专注在通往目标过程中的人我是非或人事问题啊，那这样就把自己弄到障碍重重、跌跌撞撞，要达到目标就比较困难的了。其实这样子的道理，我们可以学习农夫，手把青秧插满田啊，低头望见水中天啊，六根清净方为道，后退原来是向前啊。农夫拿着秧苗啊，只是低着头啊，把一把一把的秧苗插进在田里面呢。这个时候，因为他的心思很专注嘛，只是想着要插秧嘛。所以没有任何的善心杂念呐。那不经意间呢，他看见水中呢，还有一片明净的蓝天呐，还漂浮着几朵亮丽的白云呐。那平常都埋头苦干、忙碌种田，哪有心思去抬头看看呢？去望一望头顶上那一片天空呢？虽然他没有时间抬头看看，但却也能在低头看看的当下呢，发现水中另有一片天地啊！水中天啊，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啊，正如人要反观自照才会自觉自悟，也才能够让清净的本性显现一样嘛。这样就是六根清净方为道了。那一把青秧插进田里啊，那人就要往后退一步啦。
插到满田青青的秧苗时啊，农夫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哇，原来后退是向前啊！虽然没有抬头看看，但却也能悟出大道理哦。这又是另外一种境界啊。然而，选择的是一个杀业的行业啊，那即使生意再好，赚的钱再多，可能还是会得不偿失的。所赚的钱呢，还抵不了所造的业啊。然而，一般人当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的时候，那哪会想到他的生意是正业还是不正业呢？尤其还未接受佛法教化的人，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但观于密，不见深坑啊！而一直做下去的，因为很好赚啊。直到有一天呢，无常跟业报现前的啦，这个时候也不一定会觉醒哦。有些人是见棺才会掉泪这个可能还有回头的机会。那有些人是什么？见棺材还不掉泪因为他不信因果嘛，所以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个就是懵懂糊涂之人事业怎么垮掉的，身体怎么拖垮的，完全不清不楚，没有自知之明，这个就是忙着跑错方向了。那懂得回头，至少还能回头是岸嘛。那不懂得回头，却还加速前进，那这个就更要命了我们职工里面呢，就有一位过去经营海鲜餐厅的实业家，他的餐厅是整栋大楼，生意好得很有一天他跟我说虽然他的餐厅生意很好，也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他说他了解道理之后呢，现在他的生意越好，他就越害怕，因为生意越大，杀业越重他的心没有因为赚钱而高兴而是越来越恐惧，在赚钱跟造业之间的纠缠不已想收吗？这么好赚，不赶快赚，很可惜继续做吗？哪天恶果成熟，业报现前，这好像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样。后来呢，他的身体健康屡出状况，这个加速了他结束餐厅的决心终于夫妻两人开窍了，选择退休，结束这个造业10几年的事业，开始积极投入志工并且行善布施，出钱出力。现在他相由心生面相比以前更庄严、更清安这个就是从错误的事业跑道及时调整为正确的事业跑道，也因为转换跑道而令生命展翅高飞那这个意思不是说要大家已经在经营事业的人赶快结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人生要有一个方向，方向要预先定位了意思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正在埋头苦干之际很容易陷入忽视细节跟忽视全局的问题之中的盲点之中埋头苦干很容易让人精疲力尽而导致效率下降。抬头看看也是一种休息的方式让自己有调整方向跟脚步的机会。就好像开车的时候，踩油门可以让车子前进，但也随时要懂得握好方向盘甚至方向错误的时候还要懂得及时踩刹车都搭配得很好，车子才会跑得很安稳平顺，也才不会出车祸嘛。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跑错方向的错跟跑对方向的对这个错跟对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议题很值得探讨。简单讲如果目标清晰明确，也符合自己的需求、理想跟愿景，那么朝着这个目标迈进就是对的方向相反的，如果目标模糊、不专注或不适合自己，却还在努力前进那这样就是错的方向不过还要注意一点所谓正确的方向，应该与个人的核心价值跟信仰相符才是。如果方向违背了个人的道德观或核心价值，即使看似能带来短期的成功，也可能是错的方向同理如果选择方向短期有效，但却会导致长期的损害或没有持续性，
也没有将来性，那这个可能是错的方向。正确的方向应该是不但对自己有益，也能为他人或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如果对他人或社会有害，即便个人获利，但利己不利人呐，这个也是错的方向。总而言之啦，判断一个人方向是否正确，是依赖目标的清晰度、个人的价值观跟契合度、持续性跟将来性，以及对别人跟对社会的影响力等等。能符合以上这几个条件，就可以说是对的方向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解释，大家更明白啊。Nokia 啊，以前这个手机啊 ，Nokia 曾经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厂，但由于在智慧型手机时代，它未能抓住正确的方向啊，它还在专注在功能型的手机啊，最终在市场的竞争中呢失去优势而失败。而苹果的 iPhone 呢，正确抓住了智慧型手机的未来趋势啊。尽管那个时候啊，苹果还不是当时的老牌巨头哦，但凭着正确的战略方向，它超越 Nokia， 所以 Nokia 在跑错方向上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而苹果就抓住了对的方向的机会，成为领先全球的科技公司啊。那柯达跟数码相机也是一样啊。柯达曾经是传统底片跟相机的领导者嘛，但他们错过了数码相机的革命，还在继续投入过时的底片技术，拍照用底片的啊。尽管公司内部有发明数码相机的人才，也没用啊，因为公司的策略方向就是这样子啊。跟这个相反的，像 Sony 跟 Canon 等公司啊，它抓住了数码摄影的正确方向哦。即便他们在底片相机的领域不是最强的，但最终胜过了柯达，成为数位摄影的领导者嘛。所以现在我们数位相机里面 ，Sony 跟 Canon 很强啊，所以把跑错方向的天才不如跑对方向的庸才，用在运动员身上也是通哦。坚持正确方向的运动员，跟有天赋但不坚持的运动员，两个的命运是大不相同啊。许多没有天赋的运动员，但通过长期正确的训练方式跟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啊。例如 NBA 的明星球员Stephen Curry 史蒂芬·库里啊，他并不是天赋异禀的球员啊，而他在体格上也不具优势啊，但通过他坚持正确的训练方法跟方向，最终成为一代巨星嘛。而许多天赋出众的球员，他因为缺乏正确的训练方向，或者生活不够自律，生活习惯不好，最终的成就没有比这个史蒂芬来得好啊。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选择正确的方向跟坚持努力下去啊，比起靠天赋来的重要啦。不过如果有天赋啊，加上方向正确啊，跟很自律，那这样是如虎添翼哦。就好像美国职棒道奇队的日本球星嘛，大谷，大家都一样嘛，成就非凡，无人能比啊。那人才的使用也是一样的道理啊。用错人才跟跑错方向，都很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难以挽回的局面。用错人才啦，会让团队的努力的方向走偏，造成失去凝聚力跟战略上的错误，也会造成真正有潜力的员工感到被埋没或不受重视，最后选择离开。而这个对一个团体或公司都会失去竞争力。举例来说啦，运动品牌 Nike 啊，那近年来面临一些挑战哦，尤其在市场竞争跟品牌形象上面 ，Nike 在这个 John Donahoe 这个杜纳霍啦上任执行长之后呢，他聚焦在数位转型跟直接面对消费者策略。虽然这个策略提升了
线上销售跟消费者的直接联系然而这个也导致了 Nike 减少了跟一些零售商的合作我们都是跟零售商买的嘛，后来他也有在线上买的因为这个策略的改变呢，影响了他销售管道的广度特别是让一些中层的线下的零售商感到不满哇，你现在直接好像航空公司直接卖票给我们一样，而不是透过旅行社，那道理是一样所以因为这样的问题呢，造成 Nike 的一些市场占有率逐渐下降虽然这不完全代表 Nike 用错 CEO 了，但却也让 Nike 陷入风险跟挑战之中这个是作为 CEO 的人必须概括承受，即使错误你也要导正何况是错到付出代价对不对所以这位杜纳霍呢，去年2024年10月已被调职的啦，换上另外一位新的执行长上任了。这个商场上就这么样现实嘛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用对人跟用错人所造成的影响跟跑对方向或跑错方向都是一样的道理而这样的道理用在事业跟企业都是通。还有一种状况我们也是要了解，就是如果一位天才了他已经具备了先天的优势，再加上走对路又跑对方向，那这个更会不得了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很容易就获得了成就就我们刚才讲的如虎添翼相反的，如果一位庸才，他不但不具先天的优势，而后天又走错路跑错方向，再加上命中没有贵人那结局可能是一个坎坷的人生这种活生生的例子，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即使是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有心想助他一臂之力但却使不上力只能眼睁睁看他过着命运多舛诸事不顺的人生这个就是业障，虽有大力，莫之能逆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跑错方向的天才不如跑对方向的庸才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